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当我们谈论心理学和精神哲学的伟大先驱时，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名字经常闪烁在巅峰。荣格的生平充满了冒险和创新，他不仅对心理学做出了深远的贡献，而且还与占星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可以说，提到当代的心理占星学，就不得不说起荣格这个奠基者。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拆解荣格的理论对占星的影响以及对命运的理解。荣格在1875年生于瑞士，成长于一个牧师家庭。早期，他对神秘主义、宗教、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在后来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他就读于巴塞尔大学，取得了医学学位，很快呢就对心理学产生浓厚兴趣。之后，荣格就成为弗洛伊德的学生，而且在精神分析领域迅速崭露头角。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关系虽然起初很友好，但是很快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荣格独立出来，发展自己的心理学理论，成为现代心理分析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了一系列很重要的概念，为我们理解人类心智和行为提供了深刻的洞察。但是荣格不仅局限于心理学领域，他还热衷于研究宗教、哲学、神秘主义。这些兴趣呢，最终引导他进入占星的研究。他的一些理论就和占星产生了共鸣，甚至荣格在1913年创造了占星神话学一词。读过荣格的书籍，大家应该会有感觉，就是他的语言是比较艰涩难懂的。但这里呢，有几个荣格提出的概念，对研究占星的人来说很有提示。那么在接下去的部分，我们将深入探究荣格的核心概念以及如何和占星产生关联。荣格首先提出的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他认为人类心灵中存在两个主要的心智层次，一个是个体无意识，另一个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包含了每个人的个人经验、情感和记忆，而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则是所有人共享的，包括了文化、宗教、神话和祖先的共同经验。荣格将人类集体无意识比作是一个巨大的心灵图书馆，里面包含了各种原型和符号，比如像母性、父性、英雄、恶魔之类的。这些原型呢是具有普遍性的，它们超越了文化和时代的界限，深刻影响着人类的思维和行为。荣格强调了潜意识的力量，认为它是个体和集体无意识之间的桥梁。这个理论和占星里面星座所代表的集体无意识的观念相吻合，因为占星认为星盘上的元素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反映了人类文化和心理的共同特征。这种共鸣让荣格的思想就和占星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联系。那么说到集体无意识，荣格也提到了个人无意识。荣格发现人在生下来以后，先天就具有某种思维、情感、直觉的倾向。也就是除去经验主义，我们可以观察到新生儿对于外界的刺激做出的反应和行动的先天倾向是不同的，以及他在日后的人生里也有无意识采取和自己祖先相同方式来把握世界和做出行为反应的倾向。那这些倾向的显现不完全依赖个人后天的经验，比如说像怕蛇怕黑就是一个例子。那荣格也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占星学就像心理学所关注的集体无意识一样，由象征性的配置组成，行星是众神，是无意识力量的象征。那么第二个概念，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原型，这也是荣格心理学里面核心的概念，它代表了人类心灵中普遍存在的基本模式。原型呢是具有情感的力量的，它在梦境、幻想、神话里面频繁出现。荣格认为人生有多少典型的情境，就有多少原型，而且原型的发现也很有意思。荣格在研究病人的梦、对话和绘画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反复出现的故事主题或者形象。他认为这些普遍存在且长久不衰的形象可以传递人们的经验和情感，从而引发某种可以被认出来的典型行为模式，并且最终可能导致特定的命运结果。荣格发现了这些心理形象，就把它们称作为原型。比如说，星座代表了不同原型和符号。白羊座的符号是一个羊角的符号，它本身就和战士的精神有关。
巨蟹座的符号象征了自我保护的精神，也和母性有关。狮子座的符号呢，和领导力、王者风范有关。原型是集体无意识里面通用的图像，激发着个体的情感和行为，在各种文化里面也会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是我们潜意识里面存在着的模糊异性原型，也就是我们无意识会爱上的人。阿尼玛是男性心目当中女性的原型，阿尼姆斯是女性心中的男性原型。比如说，我们星盘上的金星、火星就和潜意识里面爱的原型关系最为密切，最容易让我们产生出强烈爱的感觉。比如说，一个男生金星是在狮子座10度，刚好合向女生的太阳，就有可能会触发男生心中完美女神的感觉，他就会对这位女生表现出来的大方、明媚、自信的美感深深吸引，而这位女生可能会因为男生的爱而表现得更加自信，也更能够表现自身本质的魅力，进而进一步吸引对方。因为金星所代表是一个人爱与美的展现，不同位置的金星就会让盘主有不同情感偏好和口味。原型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阴影。阴影是无意识思想组成的部分，它是被抑制的思想，是个体的弱点、欲望、本能所构成的，也可以是我们受压抑的自己、第二个自我，或者是自我阴暗面、次人格等等。它就像心灵的一个黑暗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荒谬、混乱还有未知。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像一个酗酒的人，他的成瘾性就有可能是他人格的阴影面。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荣格还提出了自我的概念。自我是个体心智的中心，可以说你个人意识的一个核心。荣格认为自我是连接个人无意识和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桥梁。荣格的自我概念强调了个体内外的平衡和谐，所以自我相当于是我们人格的中心，调控着所有的开关。而且如果想要进入更加真实完整的存在状态，个体呢就必须挖掘无意识，把它整合到整个意识当中。荣格称这个过程为自性化。最后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荣格提出的共识性，它也被称为同时性。这是他在1930年提出的，并且在1952年的《论同时性》这一论文中详细定义。共识性描述的是同时或者巧合发生的非因果事件，大多数类似这样的同时性事件，一般来说和某个原型有直接的心灵联系。同时性呢，它是突破时空限制的一种巧合。我们知道意识、时间、空间是相对的，但是同时性呢，可以理解为意识、时间或者时空之间产生了互相交汇的巧合。那如果没有先天因果性的范畴，我们就不会认识到两个现象之间的关联。比如说像太阳晒，石头就会发热。如果不借助因果性来理解，那这两个现象它只是时间先后发生的独立无关联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共识性是不同事件命运运作的纽带，有了这一层关联，共识性就出现了。除了这些著名的理论，荣格也做过一个关于占星术的实验。在他《同步性》这本书里面，荣格描述了他对400对已婚夫妇的本命盘合盘的实验。他随机选了其中一半的人，里面找出正确的合作伙伴，结果让他惊讶地发现，人们呢一般会选择占星上面认为和他们相合的人结婚。而且他用2种方式进行了预测，一种是通过匹配吠陀占星里面被称为 Navamansa 的9分盘，还有一种是根据每个人的月亮星座来匹配。荣格惊讶地发现他的预测是准确的，他进行了多次实验，都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所以呢，他认为这不可能仅仅是巧合，他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一种非因果关系，也就是同步性。那讲完了荣格对当代占星学最有影响力的几个理论和实验，接下去我们来讲讲以他的视角来说应该如何理解命运和占星术。首先，荣格称占星为直觉方法，他多次宣称他证实某些心理状态和特定事件与行星的运动有关，所以占星实际上是以先验为主的方法，它更像是一种先于人类经验的演绎推理，它更可能是一种灵光乍现，一种共识性的巧合，让经验变得有可能。
而后验知识呢，是依赖于经验、证据、知识，是基于观察证据的归纳逻辑。先验和后验其实是康德在18世纪的认知论。我们大部分知识呢，都是来自于经验，也就是后验。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总要先看一下、摸一下、闻一下，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实验。例子呢，包括了大多数数理学科以及个人知识的各个方面。而荣格观察到的原型等因素，还有占星学中的一些主题，尤其是和行星星座有关或者与神有一定关联的理论，是属于先验的范畴。所以他的结论是，星座里面描述的象征性天体形象最初呢是由集体无意识创造的，然后被投射到了占星学里面。荣格总结说，占星呢是包含了古代所有心理学知识的总和。占星是根据个人出生时太阳、月亮、行星在黄道12宫相对位置进行的原型排列，而通过绘制行星的位置、互相关系以及黄道带星座在基本点上的分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幅图画，里面既展现了我们的心理因素，也展现了我们的身体素质。从本质上来讲，它就代表了一个人性格中最原始、最基本的本质，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心理等价物。荣格把本命盘和个人命运之间相关性主张定义为非因果关系，也就是同步性。也就是说，我们本命盘上的真相不直接导致我们的命运，而是取决于人的主观经验。非因果关系的典型例子，比如说像人口增加和交通事故的增加，其实是具有正相关性的，但并不能说这两者是有因果关系，不代表是人口增加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增加，而是有其他因素的存在。再比如说，冰激凌销售量增加和溺水死亡人数增加也是成正比的，但不能得出结论说是冰激凌造成的溺水，而是因为气温升高，买冰激凌的人数和从事戏水的人数都在同时增加。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因果谬误，德州神枪手谬误，也就是先射箭再画出靶心。通俗的来讲，就是在大量的证据中刻意挑选出对自己观点有利的，而把剩下不利的证据摒弃不用。所以无论是哪种玄学方法，我们都应该找到靶心再射箭，这样才能够接近真相，摒弃迷信。我们的人生其实有时候也会面临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究竟是我们的命运塑造了我们的人格，还是我们的人格造成了我们的命运？这也是当代占星界一个争议长存的问题。那如果用逻辑串联荣格这些理论的话，应该是集体无意识作用于个人无意识，然后影响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型、阴影、自我等人格因素，最后通过环境的化学反应产生共识性的事件，也就是我们最终的命运。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生不是事事都因果关联的，而是会有一些事件不需要因果关系上的解释，却让我们产生意义上的关联。比如说，通过把一年中行星的移动和一个人的本命盘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得到行运盘。荣格认为行运就是一个很好的同步性的例子。行运呢，提供了行星的相位、位置，还有和本命盘行星有意义的重合。那本命盘是我们个人层面上提问者的性格，或者说他的心理状态，也是他在集体层面上对集体无意识活动一种内省和感知。所以行运相当于就是把我们本命盘上的信息同步到了现实事件当中。现代心理占星的先河荣格为占星带来了精神概念，也为心理学带来了超个人维度的理解。心理占星学从占星的外延内缩到内在的领域，把焦点放在个人内在的心理结构，认为潜意识的因素会构成和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而且当代的心理占星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都注重投射的概念，受到压抑的潜意识内容会投射到其他人事物身上，外在的世界就会沦为内在世界的反应。荣格的理论也影响了许多近代的占星作品，比如说像诺泰尔的占星学原理与实践，戴恩·卢迪亚尔的性格占星学等等。而古典占星和心理占星的结合，是一种更加全面深入的占星方法，可以洞悉外部事件的变迁，能够关注个体内在体验和成长需求。
让占星能够探索人类心智的深层结构，了解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更深层次。